治癒精神內耗的最佳途徑，莫過於研讀莊子。今天，就讓我們一同走進莊子的智慧世界，看看他如何憑借3個故事，將我們從精神內耗的泥沼中解救出來。莊子的著作裡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：有個人行走在路上，不經意間低頭瞧見自己的影子和腳印，頓時驚恐萬分，以為遭遇了鬼怪。他拔腿就跑，然而跑得越快，腳印愈發繁多，影子也追得愈發緊迫，這讓他愈發恐懼，最後竟拼命狂奔，直至活活累死。瞧，此人自始至終都在與自己較勁，那影子本是他自身的投影，腳印亦是他自己留下的，可他渾然不知，還誤以為是什麼外來之物在追逐自己。這便是精神內耗的本質。你以為是外界在百般折磨你，實則是你自己在盲目地追着自己跑。那麼，莊子究竟說了些什麼，能夠治癒我們的精神內耗呢？我反覆研讀了3遍，從中總結出3條智慧，在此與大家細細分享。1. 不抱怨生活的苦，學會轉變心態。在莊子的達生篇裡，有個叫孫休的人，年事已高，卻一事無成，在家務農，年年收成欠佳，外出謀求官職，又四處碰壁。他心中滿是憤懣，便去找老師扁慶子訴苦。他說道：老師，從未有人質疑過我的德行與勇氣，可我如今落到這般田地，只能歸咎於老天給我安排了如此倒霉的命運。扁慶子聽完，緩緩搖了搖頭，說道：你身體健全，耳聰目明，腿腳靈便，這已然是莫大的幸運，你為何反倒埋怨起老天來了呢？孫休聽後無言以對，只得灰溜溜地離去。你是否察覺到孫休的問題所在？他將自己所有的失敗都歸咎於命運與外界，總覺得全世界都虧欠他，可實際上他對自己所擁有的視而不見。作家張德芬曾說，抱怨是最消耗能量的無意舉動。生活中不知有多少人如同孙休一般，遇到困難便找人傾訴苦衷，工作不順心便指責領導，生意不好做就埋怨大環境，感情出問題便怪罪對方。然而這般抱怨除了徒增煩惱，對解決問題毫無益處。心理學家安傑魯有句話說得極為精妙：如果你看不慣某些事物，那就改變它；如果無法改变它，那就改變你自己的態度。抱怨實則是將力氣用錯了地方，你本應用於解決問題的精力卻耗費在了發洩情緒上，最終只會讓自己愈發疲憊。我尤為佩服北宋的曾鞏，想必大家對他並不陌生，他乃唐宋8大家之一，文章造詣極高。然而他在考进士時首次落榜，當時一同落榜的許多人都氣憤不已，有的大罵考官過於嚴苛，有的抱怨自己運氣不佳。可曾鞏呢，他一言不發，默默收拾行囊，準備返回老家。臨行前，他的老師歐陽修惋惜地對他說：太可惜了，你如此才華橫溢。曾鞏卻搖頭說道：我沒考中，是因為自身還未達到要求。請老師放心，我回去後定會繼續用功，來年再考。你看，他不抱怨，而是向內尋找原因。回去之後，他一頭扎進書堆，潛心苦讀。後來在嘉佑2年，他再次參加考試，此次一舉考中第4名，成功進士及第。淮南子中有言：知命者不怨天，知己者不怨人。真正懂得命運真諦的人不會抱怨上天，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不會責怪他人。當你將手指指向外界時，便是在消耗自身的能量；而當你收回目光，審視自己能夠做些什麼的時候，便是在積蓄力量。下雨了，自己撐起傘；摔倒了，自己站起身。不抱怨的人，
方能將日子過得輕鬆自在。2. 不在意他人的眼光，過好自己的日子。莊子裡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，北方有一隻名為鯤鵬的大鳥，它的脊背長達幾千里，振翅起飛之時，翅膀猶如掛在天邊的雲彩，它憑借旋風盤旋上升，一直飛到9萬里的高空，而後向南方飛去。當它飛過一片低空時，幾隻麻雀瞧見了它，頓時嘰嘰喳喳地嘲笑起來。你瞧那家伙，真是愚蠢至極！我輕輕一跳，飛個幾丈高便落下來，在茼蒿叢中穿梭自如，這也是極為美妙的飛行。他何苦費那麼大的力氣，非要飛到9萬里之外去呢？鯤鵬聽見了麻雀的嘲笑嗎？當然聽見了。可他在乎嗎？根本不在乎，依舊繼續朝着自己的方向飛翔，最終抵達南方的天池，獲得了真正的自在逍遙。麻雀永遠無法理解鯤鵬，因為他們所處的世界截然不同。然而在現實中，我們身邊不乏這樣的麻雀，無論你做什麼事，總有人跳出來指指點點，說你這做得不對，那做得不好。倘若你太過在意這些聲音，便會被他們束縛住手腳。作家余秋雨就曾遭遇過此類事情。1999年，他應邀前往電視台擔任一個紀錄片的嘉賓主持，沒想到這一露面便引發了巨大的爭議，許多讀者甚至一些評論家紛紛在報紙上對他進行指責，說他不入流，說他沽名釣譽，說他向金錢低頭，言語不堪入耳。換作一般人，或許早就跳出來解釋，亦或是氣得夜不能寐。可余秋雨呢？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：馬行千里，不洗泥沙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一匹千里馬要馳騁千里，根本無暇停下來與路邊泥坑中的髒水計較。說完這句話，他毅然轉身出發，花費數年時間前往中亞、西歐等10幾個國家，考察歷史遺跡，追尋文明的演變軌跡。最終他創作出了《行者無疆》《千年一嘆》等經典作品。這些書籍一經問世，所有曾經罵他的人都緘口不言了，因為作品便是他最有力的回擊。莊子說：舉世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。意思是，即便全世界都誇讚你，你也不要飄飄然；即便全世界都指責你，你也無需沮喪。唯有如此，你才能堅守自己的節奏，不被他人的看法所左右。人活一世，最難的並非讓別人滿意，而是讓自己滿意。切莫用別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，也別將評價自己的權利交到他人手中。你過得好不好，唯有自己心知肚明。3. 凡事不糾結，過一種鬆弛的生活。畫家何多林曾在13邀這個節目中說過一句話，令我印象極為深刻。他說，任何事情都要鬆一點比較好，活得太緊的人生擰巴又焦慮，鬆弛下來，才能把自己解脫出來。在莊子的田子坊裡有這樣一個故事，孫叔敖曾3次擔任宰相之位，然而他的臉上從未流露出一絲喜悅之色。他也曾3次被罷官，可臉上同樣不見絲毫愁容。他有個好朋友叫堅吾，對此十分好奇，便問他：3次上任，3次下台，你心裡究竟作何感想？孫叔敖回答道：我覺得該來的推不掉，該走的留不住，得與失這等事並非我能掌控，那我又何必為此糾結呢？這話聽似簡單，實則踐行起來困難重重。我們普通人漲了工資便高興得難以入眠，被領導批評幾句又鬱悶許久，得到的時候害怕失去，失去的時候又心有不甘，一輩子就在這般患得患失的拉扯中度過。唐朝時期，有個叫盧澄慶的人在吏部擔任尚書，專門負責考核官員。有一年，他考核一位轉運使，這位官員負責運送糧食。
途中遭遇風浪，損失了一些，盧澄慶便給他批了個考中下，意思是不及格。沒想到這位官員聽完，神色極為平靜，什麼也沒說，轉身就走了。盧澄慶見狀，心想此人心理素質不錯，於是將評語改成非力所及，考中，意思是不怪他，給個及格。結果這位官員得知後，依舊是那副不喜不悲的表情。盧澄慶不禁心生佩服，最後又改成寵辱不驚，考中上。你看，這位官員自始至終，無論別人給予他怎樣的評價，都能穩如泰山，既不會因好評而驕傲自滿，也不會因差評而驚慌失措。最終他反而獲得了最好的結果。汪曾祺老先生有句話說得特別好，不糾結，少俗慮，隨遇而安，一顆初心，安靜地慢煮生活。在這個世界上，誰也無法預知明天等待我們的是好事還是壞事。倘若你整日憂心忡忡，為尚未發生的事情焦慮不已，那便如同給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鎖。把心放寬一些，把事看淡一點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日子反倒能過得順遂如意。莊子在書中寫道：為外行者，驚與目也；為內行者，動與過也。其含義是，外在對人的懲罰不過是刀槍棍棒之類，而內在對人的懲罰則是自己與自己較勁。每個人既是自身精神內耗的始作俑者，同時也是終結者。那個追着影子和腳印狂奔的人，倘若能停下腳步，回頭看上一眼，便會發現追他的並非什麼鬼怪，而是他自己。我們亦是如此。當你感到疲憊不堪時，不妨停下來問問自己，是不是又在抱怨了？是不是又在過分在意別人的眼光了？是不是又在糾結那微不足道的得失了？朋友們，讀懂了莊子，你便會明白，人這一輩子歸根結底是在與自己相處。下雨時自己撐起傘，颳風時自己添件衣，別人說什麼隨他們去吧，得失成敗皆不必掛懷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如果您渴望探尋更深層次的人生智慧，如果您期望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中尋得內心的寧靜與自在，建議您去我的櫥窗仔細研讀這部國學經典《莊子》。莊子以其深邃的思想、奇幻的想象和精妙的寓言，為我們呈現了道家哲學的獨特魅力。它能幫助我們掙脫精神內耗的枷鎖，以更加豁達、超脫的心態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境遇。研讀莊子，猶如開啟一場與千古聖哲的對話，讓我們在其智慧的指引下，領悟人生的真諦，收穫內心的平和與力量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